两种。你不是猫就是狗，但天生就很粘人，我是傲慢冷漠。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本来过得好好，为何你来挑拨？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玩游戏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？宇宙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亮。人的爱分两种，有人给多也有人给少，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玩游戏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？宇宙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亮。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亮。高人，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你在我生日上挑拨得太明显了，我估计宁伟锦都看出来了。你再这么下去，只会让他越来越讨厌你。宁伟锦是我的，他只能是我的。吃醋啦？没有。小璇说，女人越是说没有，就越是有。哎，小峰，你不愧是女性之友啊！你就是专门为女人打入男人内部的卧底。你不会夸你就别乱夸，我各个方面都很正常的。是，刚直不弯的你。可以说了吧？当然是吃醋啦。第一个是你大学时候的死党，每天像影子一样的缠着你，这放谁身上受得了啊？第二，不管你和舒依然有多重要的事儿，你也别当着他的面聊啊。知道女朋友最讨厌什么吗？被自己的男朋友忽略。可我没有忽略他呀。可在他看来，你就是和舒依然聊天忽略了他呀。那他可以提醒我呀。提醒你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女人要的是男朋友全心全意的主动和关注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丁丁姐不应该介意你的工作？那我问你，要是丁丁姐是一个男性泌尿科的医生，每天都要接触不同男人的隐私，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？你看，你光是想一下就会觉得不爽。那将心比心，你每天都要接触那么多的女人，其中还有漂亮女人，丁丁姐肯定没有安全感啊。再说，你现在又多了个舒依然，丁丁姐能不多想吗？那怎么办？在其他女人向你示好的时候，你要坚决捍卫丁丁姐的地位。比如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一把她搂在怀里，对她说：“我的心不大，只装得下你一个人。”非要当着那么多人这么做吗？当然了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吗？就是被自己男朋友宠成小女孩，一辈子都长不大的女人。要是让这个女人长大了呀，
那说明他不爱这个男人了。还有一种情况。 像我最近这个月做的几台手术都比较成功，都挺好的。没错。前几天那个，啊，那个女生你还记得吗？那个电视台的主播对吧？对，就是电视台那个。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购物节目，根本就不火。你看现在，已经上他们的主要节目了。据说今年春晚还要让他上。多亏我们下了手。可不是嘛。所以啊，我们会为每个客户量身定做一套方案的。哦，这么好的服务还能量身定做啊？那夏医生，如果说你要是吃药吃不好笑，就稍微整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别的不用。那夏医生，那您看我身材方面，我觉得你这身材非常完美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了都。我建议你啊，不要再做什么大手术，进行一下微调就可以了。行。 高医生，有位女士找您。宁为远，我就知道是他。来。您好，高医生。我听朋友说啊，说你这儿丰胸手术做的特别好。你看我这身材吧，简直是完美。 这除了胸哪儿都好，所以啊，我就想着让我这胸更聚拢一点，更丰满一点。你看需要做什么手术好呢？想要手术得先体检。还要什么？您看我这鼻子下巴，人家都说是整的，其实都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现在特别。丁丁姐，没想到你拉花学得这么快。董事长好。可以啊，宁医生，都学会送花了。喜欢吗？该不会又是小璇教你的吧？自学的。走吧。 喂，赶紧回来！王敏英术后出血，我马上回来。婷婷，我有个病人出了点状况。当然要做了，你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，让他呀觉得你善解人意，让他呀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。那你快回去吧，我们吃饭不着急的。好，回头我把这顿饭补给你啊。丁丁姐，医生工作是这样的。 你可要坚持住啊！我懂，理解，大气。什么原因？应该是咳嗽的时候伤口裂开了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那就好，还好有你。一会儿还是请呼吸科的人来看看吧，他昨天开始就一直在咳嗽。 你来安排就行。薇锦，王敏英是我们费了这么多心力才救回来的，她现在情况还很不稳定。我觉得你作为她的主治医生，最近还是应该把心思多花在她身上。至于别的事情，暂时可以先放一放。我知道，我去看看她。
丁丁姐，我看穆逸寻在微博里说，马上要新上架一批新的玩偶，看设计啊，和你之前画的脏脏猫一模一样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他了，他为什么还会拿来用呢？哎，看来啊，是他盗用了你的设计。不行，我要找他说清楚。喂，穆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微博上即将上架的玩偶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已经拒绝把设计转让给您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事？我发布的可是我的原创设计，虽然跟你的脏脏猫有些类似，但你可别忘了，我也有过类似的作品，而且还比你的脏脏猫早得多。那猫脸面具呢？你看清楚一点，那不是猫脸，是狐狸脸。你，我还要开会，就不和你多说了。喂。穆总在开会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。穆总，好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凭什么用我的设计发行你的周边？你们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我之前不是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了吗？这是我的设计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这明明是我的设计，你想要我的版权，我没有给你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你的设计呢？我有手稿，我也有手稿。可是你的手稿明明是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啊！你为什么不说是你的设计借鉴了我的设计创意？毕竟你曾经就抄袭过我。我没有抄袭，何况那次已经微博澄清了，你自己也承认，你说的都是巧合。我那时候呢，只是因为你苦苦哀求我，加上我有一点欣赏你的作品，所以才会心软发了那条微博。你还有什么证据能够反驳我吗？我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和合约，也没有任何的约束，我做什么都没有违反法律和法规。何况这些设计就是工作室的设计，还挂着我穆一寻的名字。你这样拿走我的设计，是无耻的行为。你都不能够证明那些都是你的设计，那你现在的言论都是在污蔑我，我可以反过来告你诽谤。你再这样闹下去，丢脸的是你，总不想再被挂一次微博吧？再不走，我就要请保安了。无耻！来，我们继续吧。不要理那个小丫头啊。没事没事。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季的计划。以前的方案还得再做调整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病人术后癌细胞又扩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病人术后的病理报告上显示出，腋窝这边有26个淋巴结都已经转移了，急需化疗。那确实是需要调整方案了，否则病情会更加恶化，孩子肯定不保。看来治疗方案得重新做了。丁薇姐，刚才我在跟舒大夫聊治疗方案，没听到你电话，有什么事吗？薇姐，我找到一篇关于原发性肿瘤的治疗方案，跟我们之前的病例很像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到你在打电话。一会儿我看。婷婷。你刚才要说什么？我刚才没说什么。你现在是不是很忙啊？我还好。丁教授，48床病人找您。啊，一会儿我就过来。啊。你继续说。没事儿，我想你了。我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一处我有点不太明白，你帮我你把你不明白的地方，你先画一下，等一下我再看。你快去忙吧，忙完再说。啊，好，一会儿说。小峰，你赶紧给我过来！我辛辛苦苦好几天，把你一生都给扔了，我就为了好好做出一个设计来。可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拿去自己用，混蛋！那谁让你不签合同的呢？谁能想到他这么无赖啊？不对，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阴谋。阴谋？对，其实一开始我也想过合同的事，但他说了进了工作室就是集体创意，
除了设计也是集体设计，不能成立个人合同。我也是傻，竟然就信了他的话。按理说这不应该啊，他这么大个腕儿。什么大腕儿啊，就是大骗子，说不定在我之前还坑过别人呢。我想办法揭穿他丑恶的嘴脸。不是，你拿什么来揭穿？你忘了他之前他粉丝是怎么对你的？你要敢曝光，他肯定发动粉丝来攻击你，再泼你一盆脏水，让你啊万劫不复。做你们创意工作是挺不容易的，抄袭这种事儿还真的蛮难取证的。只是我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以他如今的地位，要干这种自损羽毛的事呢？他为名利要什么底线啊？前段时间不还有一个特火的破案剧编剧联名揭发制作公司，说什么骗剧本不给署名的事儿吗？对啊，我也可以找之前给他做过设计的人，人多力量大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证据呢。有道理。哎，你这个事儿跟那个宁大夫说了吗？他什么想法？他最近很忙，应该顾不上我的事儿。这再忙也得管你啊，还是这么大个事儿。他最近遇到一个特别复杂的病人，那可是一大一小2条生命，我这点事儿算什么？还是别去打扰他了。可以啊，现在越来越有点医术的感觉了。不过呀，以后啊这种事儿肯定少不了。你们现在只是谈恋爱，要以后真结了婚呢，这种矛盾会扩大无数倍。你真觉得你能够承受得了啊？这是我们一个股东公司想要推的一个新人，让我们给设计一下，让他的脸显得更加上进，所以还需要你们2位通力合作，给出一个完美的方案。主任，我见过他本人，他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，在一般人当中绝对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要面对大众审美的趋势，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挺多的。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，我觉得他自身条件挺好的嘛，不需要多动刀，做个微调就行了。高医生，你知道推出一位新人需要付出多少资源和精力吗？如果不能瞬间得到大家的认可，那么这个艺人的梦想就会破灭，这个公司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。但是这种认可只是暂时的呀，我们要做的不就是根据他自身的条件发掘出他真正的美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直接一点，直接让他们发现每个人的内在美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客户还要来找我们呢？是对啊，说的是。向医生，你这口才做医生都亏了，真的。高医生，我真的觉得你不太懂美，更不懂女人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笑什么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手术就由向医生来主刀，高医生多配合。好。行，帮我确认一下手术时间。好的。高医生，像你这样佛系做手术，早晚是要喝西北风的呀。不劳向医生费心了啊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你也是这么对待小迷妹的吗？什么小迷妹？宁维璇是叫这个名字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她了？不经意间认识的，还挺可爱的。你别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骗了。他这个人呢，不学无术，那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在家我告诉你，一副邋遢样，一点女人样子都没有。哎，这身材还差，反正就是他乱七八糟毛病一大堆，那脾气尤其差，你千万别对他感兴趣啊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。听你说了那么一大堆，你真的不太喜欢他？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向医生，你放心什么？哎，这有什么放心的？哎，打烊了。那我们换个别的地方。怎么是你啊？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。好歹一块喝过酒、跳过舞，怎么可能忘了？想喝咖啡，改天再来吧，我不加班。不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你喜欢猫啊？喜欢猫，却没有大众为了提高自己品味的猫屎咖啡。你还是挺懂咖啡的呀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猫屎咖啡？因为你们这儿有龟下呀。一般用龟下做主打的咖啡店是不屑于猫屎的，猫屎那也只不过是店家欺骗消费者的一种噱头。WBC
咖啡竞技比赛当中，一般也都是用龟下种的豆来打比赛的，用猫屎反而就有点 low 了。就是啊，对于那些不懂咖啡的人来说，喝猫屎咖啡还不如喝一杯速溶咖啡。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原来他们喝下去的就是商家的一种噱头。行家啊，兄弟！想不想多了解一点？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惊喜呢。好啊，来杯龟虾。哎，我们要坚持不加班的原则，换个别的地儿。等5分钟。雷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宁为景妹妹，跟这一切都没关系，就是不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不喜欢你，你懂了吗？你这些都不是爱情，你这充其量就是一种错觉，对，错觉。等你长大你就明白。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不是错觉，就是爱情。那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你，我不可能爱你。哎，我不光会这些，我还有别的技能啊。你还有什么技能啊？我有户外领队资格证，我还有品酒师证。哎，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随时找我探讨。你不是医生吗？你哪有时间考这些证啊？可能我就是把主业当成副业了。我之前去欧洲游学过1年，这些证呢都是那个时候考出来的。拿我哥的话来说，你就是典型的不靠谱、不务正业。啊，你还有那个户外领队证，那你真的带过队吗？你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是哪？最危险的地方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朋友来了。最危险的地方，当然就是别有用心的男人的事业。你是谁啊？我和我朋友聊得好好的，你这样打扰很没有礼貌。小璇，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呀。我们聊得好好的，这里外人只有你一个吧？柯医生，不介意的话，坐下来一起喝一杯。好。啊！向医生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想和不认识的人一起喝酒。女生的话，应当尊重。小璇，你哥知道你跟陌生人出来喝酒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管我这么多？我想和谁一起出来喝酒就和谁一起出来喝酒，请不要打扰我们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来，
向医生，我是他哥的朋友，他就等于是我的妹妹，我会一直看着你。谁是你妹妹？谁是你妹妹啊？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。向医生，我们不要理他。来，小璇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上来看看。好，先坐会儿。舒大夫好。你好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你们很忙吧？怎么会？你是韦锦的女朋友，不算打扰。要说打扰，也是我打扰你跟韦锦约会了。都怪医院给我安排了公开课，我只好拉上韦锦一起，毕竟他跟我比较合拍。来，喝口水。等我一会儿啊。我觉得那个地方要改一下，就是这样。好。这不错。你看，这样就挺好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得删。我才是正牌女友，我才是正牌女友。舒依然比你高，比你好看，比你有气质，尤其还和宁为己专业对口，有共同话题，还能每天见面。那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？当然要做了，要更加的体贴和谅解，让他觉得你善解人意，让他觉得拥有你这么好的女朋友是他的幸运，让他因为忙而对你内疚，恨不得一休息就马上飞扑到你身边去弥补你。宁为锦，我们有个师兄是乳腺科的博士，叫夏小阳，需不需要我联系一下他？好。对，如果能找到他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等于等。你竟然自己就先走了？那不走我能干嘛？他俩说的我根本都插不上话。那你也不能先走啊！你这不是给他们创造机会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他们俩是谈正事儿。郑丁丁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见到正儿八经的女朋友还不避嫌？再说了，什么事儿非得晚上去谈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就是你应该去宣誓主权的时候。我怎么宣誓主权啊？难道我还天天守着他，绑着他呀？再说，他每天已经够忙够累了，我不能再让他为了感情的事操心了。你可真是最佳女朋友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对自己的松懈就是对别人的纵容。舒依然现在肯定偷着乐呢。那我能怎么办啊？我是不让他救人，还是不让他做课题啊？你去刷存在感啊，去送温暖。总之，不能让宁为己冷落了你。我之前跟陈勋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刷存在感，可有什么用啊？他心里要是没有你，你就天天站在他身边，他也看不到你。他要心里有你，他就算再忙，闲的时候也会想起你的。我是真的服了你了，哎，那穆一寻的事怎么办？就这么打算吃哑巴亏？不行，当然不能吃哑巴亏了。我要讨回公道。但是，我不能再给宁为景添乱了。我不能做一个处处靠男友的小女人，我要做一个靠自己复仇的大女主。就这么决定了，明天早上你来帮我。说好了靠自己呢。明天见。去。
喂，你好。你是谁？子欣呢？子欣已经睡了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哦，你就是陈寻吧？是。正好，你既然接了电话，我就好好跟你谈谈。你不会真打算把子欣拴在你身边当个助理吧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子欣的情感生活我不该多嘴，她为了你情愿牺牲自己的事业，那是她的选择，但她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艺人，我不想看她就这么浪费自己的才华。您有话就直说吧。之前她为了你已经推掉了一部戏的试戏，但我这边跟导演沟通了几次，导演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。周天试戏，等她醒了，你替我转告她一下，让她不要辜负了我，也不要辜负她自己。哎，陈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渴了，你在给谁打电话啊？没谁，打错了，你赶紧接着躺回去。你要喝水，我给你倒。怎么都没发出去啊？丁丁，对不起啊，昨晚实在太累了，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。丁丁，对不起啊，昨晚实在太累了，给你回的消息没有发出去就睡着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等了你多久？没事儿，理解你，你也要多注意休息。知道了，想你。我也想你啊。你知道我有多久没有早起过了吗？这就是你，换做别人，谁也别想把我从床上拉起来。是，知道你最够意思了。哎，咱们开始想办法吧。你能安安静静的让我喝完这杯咖啡先吗？时间不等人啊！我想拿回版权，打官司是不行的。时间久不说，我也没有有力的证据，好被动啊！你不是说他绝对不是第一次吗？那他之前肯定也坑过别人。我明白，但那也只是猜测，没证据啊。你不是之前很粉他吗？他所有的作品你都看过吗？差不多吧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想起来，他之前的作品风格好像是有点飘忽啊。虽然创意很好，但是很像学生作品。不过创意嘛，有时候灵感枯竭又不得不交出作品的时候，水平不稳定很正常吧。那这里面可能有问题。我再把他作品找出来看看。哎，我刚刚看你玩那游戏什么游戏啊？王者荣耀。什么段位啊？黄金啊。哦，那上面升段位可就难了。哎，早，高医生。哎，你也早啊？哎呦，昨晚不好意思，我本以为你们是朋友，没想到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前段时间他来医院找你，我就注意到他了。前几天在酒吧里还被小混混骚扰，我帮了个小忙。他被小混混骚扰？什么时候？就前几天吧。那天的造型挺特别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啊？穿的跟个 QQ 秀似的，这都真的假的？看，高医生，这是小璇今天特意做的头发。哦，不是，光简单，刚刚没看清。哎，仔细一看，挺好看的，真挺好看。
也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，总是不经意间可以相遇。缘分？你对他……哎呀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他哥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不是，他亲哥我都见过，他都没有不同意，你又为什么呀？我不管。我告诉你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给我离他远点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你也喜欢他呀？我不喜欢。那你别拦着我呀。我就懒，我偏懒。我偏懒。叫板，公然跟我叫板，这是。宁为玄呀，宁为玄，傻丫头，你怎么就让他给盯上了呢？真不给我发信息了，不打算理我了。花